最麻烦的是，乌克兰背后还有一根搅屎棍美国，他是希望战争长期化、泥潭化的。所以中国就算是能够同俄罗斯地得上话，也不见得能起多大的作用。这种局面呢，是谁挑起来的，还是谁自己兜着去吧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欧洲国家强烈要求中国出面调解乌克兰战争。乌克兰战争呢，开战10多天呢，虽然双方已经开始和谈，但并没有停火。欧洲国家呢，反正已经是坐不住了。3月8号，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、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了一次3方视频通话，法德双方请求中国出面调解乌克兰危机。而早在3月1号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就已经请求中国出面调解。亚洲时报说，有中国调解乌克兰战争的想法在欧洲是越来越受欢迎。俄罗斯全面的靠拢中国，美国强逼中国制裁俄罗斯，乌克兰、法国和德国希望中国能调停乌克兰战争。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真实地位呢？我相信在这一次事件当中，我们用举足轻重4个字，你们不会反对。中国一直被视为东亚国家，多年来了，我们是埋头于自己的经济发展，对国际上的纠纷或战争，除非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，否则我们一般都采取不介入、投弃权票的态度。如今呢，中国好像忽然具有了直接影响欧洲政局的作用，这还真有点叫人不能适应呢。从国外新闻评论的情况看呢，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正是来源于这种不介入的政策。西方国家一向认为，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国际影响力，主要在于军事、经济、金融等方面的硬实力。中国呢，一直是核大国，有能力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。中国拥有世界第2大规模的军费开支，拥有覆盖陆海空天电网各维战场空间的作战力量。虽然解放军还没有实施过大规模的联合作战行动，但通过维和、护航、撤侨、搜救等多种非战争军事行动，也摸索和积累了在异域深海执行作战任务的经验。中国是全球第1大货物贸易国和出口国，特别是以俄乌的贸易增长都很快。亚洲时报认为自2017年乌克兰加入一带一路以来，中国投资者每年向乌克兰投入20亿美元。中国从乌克兰的进口从2019年的40多亿美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近80亿美元。世界报报道说，2013年到2020年期间，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份额从 13.5% 上升到了 16%。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话呢，中国经济规模可能早就跟美国平起平坐了。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，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潜力得到了全球的公认。如果不是美国采取恶劣的反华政策，中国从国企到民企在美国发行的股票都得到了热烈的追捧。一个具有如此强大硬实力的中国，在国际争端当中基本采取不介入的态度，这本身呢就说明了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诚意。虽然欧洲国家经常对中国的民族政策、香港政策横加指责，难道他们心里不清楚吗？中国是在尽量的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的，也不支持任何国家、任何人用武力解决问题。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问题上，中国向来是光明磊落、言行一致。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曾经表示，乌克兰应该是东西方沟通的桥梁，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偏偏要把乌克兰当作大国竞争的前线。那现在被惹火了的俄罗斯现在拿起了大棒，挑事的人全都当了缩头乌龟，出兵、建禁飞区、接纳乌克兰入北约或者是欧盟都免谈，不要提了。现在人们环顾世界，好像除了中国，也确实没有谁有和俄罗斯说话的分量。欧洲国家现在找上门来求中国调停，那法国和德国还提不提中国新疆的棉花了呢？还来不来中国南海呢？原来也有无暇他顾的时候啊。战争爆发以来，欧洲被迫放弃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，导致石油、天然气、经受矿产的供应发生巨大的困难，天然气的价格飙升，经收镍的价格一夜之间暴涨了好几倍。不但如此
大量的资金逃往美国避险。作为欧洲经济最强大的两台发动机，法国和德国显然是最大的受害者，都急于赶紧结束这场冲突。俄罗斯呢，显然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按照俄罗斯的要求，乌克兰必须去军事化、去纳粹化，这就等于是要彻底的清算、清洗美国势力，清算2014年以来的历史旧账。今天的乌克兰政府高层恐怕没有几个能跑掉。俄罗斯还要求要承认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的独立，而乌克兰方面最多愿意承诺不再加入北约，充当一个中立国家。双方的立场差异巨大，很难谈拢。最麻烦的是，乌克兰背后还有一根搅屎棍，美国，他是希望战争长期化、泥潭化的。所以啊，中国就算是能够同俄罗斯递得上话，也不见得能起多大的作用。这种局面呢，是谁挑起来的，还是谁自己兜着去吧？好，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。